2025年全球军费干到了2.887万亿美元，连续11年打破历史记录，占全球 GDP 的2.5%。欧洲军费暴涨14%，亚洲涨8.1%，而美国则缩到了9540亿美元。然而，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。2026年的军费数字应该只会更夸张，因为美国递上了1.5万亿军费预算。乌克兰战时状态继续延长90天，军费投入只会更多，不会更少。各国投入这么多军费，都在准备什么？这些钱又砸到了哪里？军费暴涨的第一推手就是欧洲。欧洲2025年军费总计8640亿美元，较之以往暴涨14%，是 SRPRI 有记录以来的最快增速。其中29个北约欧洲成员国合计砸了5590亿美元，其中22国军费占 GDP 比重达到或超过了2%的北约门槛。具体到每个国家来看，几乎都不遑多让。德国军费一年增长24%，干到1140亿美元，占 GDP 的2.3%，这是自1990年以来头一回突破2%的门槛。西班牙更猛，军费暴涨50%，到了402亿美元，这也是自1994年以来头一次超过 GDP 的2%。波兰更是把 GDP 的4.5%都砸进了国防，军费负担全北约最高。除此之外，其他各国军费都有20%到50%左右的增长。这不是什么敷衍了事的应付，而是整个欧洲的觉醒。在俄罗斯的炮火声里，欧洲终于明白了，防务这件事靠谁都不如靠自己硬。欧洲觉醒的背后是乌俄战争带来的教训，达到第4个年头，乌俄双方都已经把家底压上了。俄罗斯2025年军费涨了5.9%，到了1900亿美元，军费负担达到 GDP 的7.5%，占政府总支出的约20%，创下了 SRPRI 有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。而乌克兰军费则是暴涨20%，到了841亿美元，占了 GDP 的整整40%，政府支出的63%。这两个比例都是世界第一，也是乌克兰建国以来的历史最高。亚洲同样在增速，2025年该地区军费总额6810亿美元，同比增长8.1%，是自2009年以来最大的年度涨幅。主要推手是日本的防卫费，日本的防卫费涨了9.7%，到622亿美元，占 GDP 的1.4%，是1958年以来的最高值。除此之外，澳大利亚、菲律宾这些国家都在加码扩军。从整体来看，2025年全球军费增长2.9%，这个增幅看着不大，相比于2024年9.7%的增速，可以说是慢了不少。但有个关键细节，如果把美国摘出去，全球其他国家的军费增幅将会达到9.2%。背后的原因主要在于援乌资金。美国2025年军费之所以降了7.5%，缩到了9540亿美元，就是因为2025年一年都没有新批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资金，跟前3年累计批了1270亿美元形成鲜明对比，所以这只是短暂的回调。到了现在，全球的军费趋势已经很明显了，战争以及地缘格局的巨变促使各国将军费增长作为长期目标，这个数字不会是终点，只会是更夸张数字的起点。引领全球的依然是美国。2026年，特朗普端出来了新财年预算，光是军费就分走了1.5万亿。1.5万亿这个数字相比之前跳涨42%，是2战以来最大的年度军费增幅，刷新了美国现代史军费纪录。赫格塞斯直言，这笔预算就是要把美国军队推到战时状态。这笔钱怎么花，五角大楼规划得很清楚。首先是一个全新设立的类别，总统优先事项。但是这个类别，五角大楼就一口气塞了7500亿美元。这7500亿锁定了4个方向：金琼导弹防御系统、无人机作战群、人工智能和数据基础设施，以及国防工业基础等项目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金琼，这东西要建一个覆盖全美的多层拦截网，天上有卫星传感器盯着弹道导弹发射，地上有拦截弹等着摧毁。国防部把它定位为本土防御的终极方案。这个项目光是通过交付的总成本就估算在1850亿美元，放在任何时代这都是天文数字。但在2027年的预算里，美国大手一挥，先批了175亿美元，这还没算配套的天基传感器架构、地下指控中心以及扩大标准和萨德拦截弹生产线的钱。最狂野的一块是国防自主作战大队，一个去年才拿了2.25亿美元的部门，但在2027年暴涨到了540亿美元，翻了200多倍。这是美军预算请求中单一项目年度增幅最大的，没有之一。这540亿不是花在基础研究上，而是应用现有技术，让无人平台立刻扑到战场上。在这540亿之外，还有210亿砸向弹药、反无人机技术和其他先进作战系统。这笔钱投入背后是美国从乌克兰和中东战场上真正学到了经验。俄罗斯和伊朗用沙赫德来骚扰，用一架几万美元的破烂来换几十万美元甚至几百万一枚的拦截弹，明摆着拿美国当冤大头。
美国肯定不会吃这样的亏，所以五角大楼正在彻底转向低成本、大规模 AI 驱动的蜂群作战模式，用算法控制战场节奏。这个逻辑一旦跑通，俄罗斯和伊朗赖以为生的廉价消耗战就再也起不了作用了。至于常规力量的全面升级，可以这样说，海军是最猛的主角。海军一家就申请了3775亿美元，比上一年度暴涨了23%，其中658亿美元砸进造船，这是1952年以来的最大规模。按照海军的计划，他们要造34艘新舰艇，包括1艘哥伦比亚级核潜艇、2艘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、1艘 FFX 下一代护卫舰、1艘伯克级驱逐舰、1艘美国级2栖攻击舰，以及6艘中型登陆舰。海军航空兵这里也花了大手笔，344亿美元采购123架新飞机， F-35C 采购量翻到了47架， MQ-25 无人加油机3架， P-8A 反潜巡逻机12架， E-2D 先进鹰眼6架。空军也没被落下。长久以来，美国空军面临2个选择，是专注做好战备，还是要继续攻坚未来。这一次，空军部长梅恩克给出了具体的回应，我们2个都要。从整体飞机采购看， F-35 的年采购量拉到了85架，比起2026年的47架几乎翻了1倍。整个飞机的采购和研发打包砸了1020亿，同比增长26%。最值得关注的是2个项目，一个是第6代战斗机 F-47， 这是下一代空中优势的核心平台，2027财年一口气拿到50亿美元的研发拨款，目标是在2028年首飞。另一个则是协同作战飞机项目，也就是给 F-47 和 F-22 配备的 AI 僚机。2027财年预算拿出了9.97亿美元，开始首批采购，算上研发，一共砸进去了27亿美元。弹药采购也在同步飙升，导弹采购量增加了188%，但是战斧巡航导弹，海军一年就采购785枚，而过去2年加起来才买了88枚。陆军方面，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的预算超过200亿美元，这还不算弹药库存补充。五角大楼已经在推7年期的长期采购合同，目的就是让军火商有足够信心去扩大生产线，把弹药造得既快又多。之前这些还都是硬件的账，人的账也没省着，特朗普还顺手给军人涨了工资，最低层级的士兵涨了7%，中层涨6%，高层涨5%。部队也要扩张，2027年再扩4.4万人，加上2026年已经扩的2万多，2年内美军总人数净增6万多人，这在美军40年的志愿兵役制历史上极其罕见。为了留住人，让部队安心打仗，五角大楼还专门花了215亿美元修缮和新建营房，另外拿了457亿美元用于军事医疗与战备健康。总的来说，美国这笔预算开支确实庞大，毕竟涵盖了方方面面，而乌克兰明显做不到这样全面。乌克兰的思路很明确，怎么打能让俄罗斯最疼，资金就往哪儿流，所以乌克兰的军费流向堪称简单粗暴，人、防空、无人机。此前泽连斯基向最高拉达递交了延长战时状态的草案，仅仅1天之后，最高议会就给出了回应，延长战时状态法案315票赞成，总统原定304票赞成，双双碾压了226票的法定门槛，这已经是第19次了。从2022年到现在，没有一次拖泥带水，这种压倒性的投票结果本身就是一道清晰的信号，基辅的主流共识就是打到底，没有任何余地。那么乌克兰的军费支出就依然按照战时状态来。根据乌克兰2026年国家预算来看，国防和安全总支出高达660亿美元，占 GDP 的27.2%。总理斯维里坚科曾在接受采访时表明，乌克兰2026年全部国内收入全部砸进国防军，这笔钱已经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国防预算，但在乌克兰这里还远远不够。按照乌克兰自己的账单来看，2026年乌克兰军费实际需要1200亿美元，600亿靠本国预算和欧盟贷款，另外600亿靠盟友安全援助。乌克兰国内收入的大部分流向就是军人薪资。2026年乌克兰军人的薪酬体系保持不变，但结构设计比之前更为精细化。新签合同的列兵一次性签约金为26624格里夫纳，军士29952格里夫纳，军官33280格里夫纳，基础月薪还是20230格里夫纳，作为津贴继续足额发放。此外还有作战的经济激励，比如连续30天登前线就额外拿7万格里夫纳，在交火区执行任务再叠加10万格里夫纳的最高津贴，零零碎碎加在一起，前线士兵每月到手大概在3000美元以上。在战区这不算高，但也绝不是一个吝啬的数字。但基辅在养人这件事上依然处处受制，所以欧盟在900亿贷款上为乌克兰开了绿灯，允许乌克兰第一次用国际援助来支付军人工资。这意味着此前国内收入养军队，国际援助养民生的铁规则从制度上已经松动了。人养好了，剩下的就是装备。乌克兰首先砸向的就是防空，这是拿血换来的教训。泽连斯基明确表示，现在的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储备严重不足，如果战争继续，拦截弹存量会进一步见底。
俄罗斯在发射导弹方面和伊朗是如出一辙的疯狂。据乌克兰空军负责人伊格纳特回忆，在过去的一个冬天，俄罗斯在3个月内就发射超过700枚各型导弹，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、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和从朝鲜弄来的 KN-23，平均下来每个月要挨5、6轮大规模空袭，这还不算每天例行发射的沙赫德。尽管乌军能够维持90%左右的拦截率，但谁会拒绝100%拦截呢？所以只要战争继续，乌克兰的军费里对防空系统的采购就绝对少不了。网友们也十分清楚乌克兰最缺什么，所以此前德国已经确认将为乌克兰额外提供数百枚爱国者导弹和36套 IRST 发射器。挪威和西班牙的既定援助中，防空也是单独列的专项资金，支出的绝对 C 位就是无人机。乌克兰2026年计划生产超过700万架无人机，除此之外还要签下5万台地面机器人。仅仅是2026年前4个月，乌克兰国防部就通过数字采购系统向前线供应了超过18.1万套无人机，无人地面平台和电子战系统砸了大约3.3亿美元。此外就是军工生产的问题，靠外援保底终究不是长远之计。所以在乌克兰2026年的预算中，政府还专门拨划444亿格里夫纳用于建设本土弹药、导弹和防空系统生产线。按照乌克兰现在的规划，未来要扩大产能，只会往里面砸更多钱。而且乌克兰不仅要自己生产，还要和欧洲联合生产，不光造给自己用，甚至开始往外卖了。他们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新框架，名字叫无人机协议，覆盖无人机、导弹、炮弹和其他高需求武器系统的生产与供应。之前乌克兰已经和沙特阿拉伯、卡塔尔和阿联酋签署了这样的协议。这套框架的核心逻辑很简单，乌克兰军队优先拿够自己需要的数量，剩下的产能全部出口。出口程序也在简化，泽连斯基已经批准了自动出口许可制度，企业在满足出口管制的前提下，可以拿到自动化审批。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负责协调整个出口过程，确保前线需求永远排在第一位。同时，出口对象有严格的黑名单，凡是跟俄罗斯有合作的国家一律不给。将视线移到整个欧洲，欧洲也在持续加码。自2022年时代转折政策出台以来，德国已经签下了47000份防务采购合同，总价值1110亿欧元。然后到了2026年，德国军备采购预算就从上一年的82亿欧元跳到223亿欧元，涨了将近3倍。最新公布的2027年预算案更是把国防总支出拉到了1333亿欧元的高度，普通国防预算1058亿，再加上275亿的专项再武装基金，2比1加，比之前又涨了一大截。财政部长克林贝尔甚至直接放话，削减医疗补贴就是为了把每一分钱都砸到国防上，目的是让欧洲和德国有能力威慑并防御俄罗斯。法国那边也没闲着，此前马克龙政府正式向议会提交了更新版军事规划法案，在原有4130亿欧元的基础上，计划在2026年到2023年再追加360亿欧元。这笔资金的投向极其明确，85亿欧元专项杂项弹药，采购量暴增54%。具体细分下来，风暴之影空射巡航导弹储备量直接拉高85%，鱼雷储备量拉高230%，防空导弹储备量拉高30%，无人机要砸20亿欧元，把单程攻击无人机的库存扩到原来的4倍。他们也没忘核威慑，新版法案里专门追加了核力量现代化的预算，要求扩充核弹头数量，同时维持核力量开支，占整个国防预算约13%的高位。英国的主要投入则是在高超音速和远程精确打击武器上，超过4亿英镑。这笔钱具体流向3个项目，与法国和意大利联合推进的下一代斯特拉图斯隐形巡航导弹，与德国的深度精确打击项目，预计研发的新型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，计划2030年代服役，以及高超音速导弹的关键技术攻关。英国本土还为此追加了1200万英镑的专项合同加速研发。英国政府还承诺到2027年军费占 GDP 达到 2.6%， 下届议会周期内进一步拉到 3%， 把目光从国家拉高到整个欧盟的层面，趋势更清楚。4月中，欧盟委员会宣布向57个联合防务项目砸进10.7亿欧元，项目涵盖了欧洲无人机防御倡议、东部侧翼监视网、欧洲空中盾牌和欧洲太空盾牌。所以欧洲的军费走向可以归为5个字：全领域砸钱。相比起欧洲，中东那边就简单多了，就砸防空。美伊开战之后，中东各国消耗了大量弹药，为了补充防空力量，特朗普政府绕过国会的审批程序，在3月中下旬一口气批准了对海湾盟国的紧急军售方案，总价值约165亿美元的军售计划正式落地。其中阿联酋拿到了价值45亿美元的萨德系统，20亿美元的反无人机防御系统，科威特获准采购80亿美元的低层防空雷达。如果再算上之前卖给沙特的730枚，价值90亿美元的爱国者3以及近期的 F-15机队维护升级，海湾国家的战后的防空支出就已经远超许多国家的全年军费。除此之外，阿联酋还在以色列购买了一套铁穹系统，以色列专门派出几十名操作员来协助阿联酋，最后拦截了数十枚伊朗射向阿联酋的导弹。
这还是铁穹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美以之外的国土上投入实战。纵观全世界的军费支出，其实已经不是涨不涨的问题了，而是能涨多快、会涨多久的问题。火力军只能说，就目前来看，只要各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还在，那这场竞赛只会一直加速，而且没有上限。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各位觉得在这场没有上限的军备竞赛中，谁的发挥最好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